如果有一天老板在会议上把一口黑锅丢给你，那这条视频很可能会影响你接下来几年的职业走向。因为在职场里，有些锅背了是机会，那有些锅一旦背下去，你几乎就可能没有再翻身的空间。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被背锅这件事情，而是你在那几秒钟你根本没有判断清楚这个锅的性质。那今天这期我不劝你忍，也不叫你刚，我只帮你把一件事情理清楚，这个锅到底值不值得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身边的管理顾问老方。今天这一期我们就讲一件事情，在职场里背锅到底什么时候是机会，什么时候是智慧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。那很多人第一次遇到被背锅的场面，其实都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往往是这样的场景：项目前期推进的很稳，中间有几次关键决策拍得比较快，等结果一出来不理想，责任就开始往下走。于是你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瞬间：会议室坐了一圈人 ，PPT 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，老板合上电脑，抬头看你一眼，说：“这个项目怎么会搞成这样子？你是怎么执行的？”那一刻，会议室是安静的，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就集中在你的身上，你会感觉到喉咙发紧，脑子里其实已经意识到一件事情。那这句话不是在问细节，而是找一个人把锅先背住。但关键的问题是，这个锅你能不能背？所以真正决定你后面命运的不是你接不接这口锅，而是你有没有在当下先完成那一次判断。那几秒里你脑子里一定会闪出很多念头：要不要解释？要不要顶回去？要不要先认下再说？但真正有用的其实就是一件事情，先给这个锅来验伤。你要立刻问自己，这件事情有没有触碰到法律、合规和职业的底线？如果有，这不是锅，这是坑儿，你必须当场进行切割。如果没有，那它会不会一旦认下，就会长期贴在我身上，洗都洗不掉？如果这也不是，那你再看第三点，这件事情如果没人接，风险会不会直接回到老板身上？如果你判断下的是这种情况，那你面对的多半不是甩锅，而是一口老板的面子锅。但就算你判断这锅能背，那接下来还有一步比态度会要重要很多。很多人一紧张就会站起来说一句：“是我的问题，是我没做好。”但这句话听起来很负责，但是在职场里往往会把自己往死里送，因为你等于告诉所有的人，这不是失手，而是你自己能力不行。所以真正稳妥的办法不是全认，而是先把责任隔离清楚。你要把问题牢牢地锁在执行的层面，绝不往判断的层面里靠。那你可以在会上这样说：这个项目的方向和目标本身是清楚的，主要是在推进的过程中，几个关键的节点把控的不够好，所以在执行层面上出现了偏差。这段话的作用只有一个：第一是能够兜住局面，但不把自己给定死。那很多人到这一步你就松了一口气。但在这里我要提醒一句，这口锅真正的分水岭还没到，因为如果你背完锅就结束了，那你前面的承担很容易被当成理所当然。所以真正决定这口锅值不值是在会后。散会之后你要在情绪还没有完全退下去的时候，你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去把话说清楚，不是抱怨，也不是邀功，而是来确定一件事情，这一次风险的承接是双方心里都有数的。你可以这样说：刚才会上我把责任都揽下来了，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继续追责，对团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。但真实的原因我们内心都很清楚，后面类似情况可能还需要您提前多把一道关。这段话其实是在给老板一个台阶，既保住了他面子，也告诉他这不是无条件的牺牲，要这一步做到位，后面的很多变化就会变得顺理成章。你会发现一些不确定性更高的事情开始先找到你，一些关键的节点会提前让你参与判断。有些会议你不需要争位置，但会默默的在场。但这不是感情，而是信任的结构在发生了变化。在职场里真正被重用的往往不是最会表态的，而是真正能够把风险接住的人。好，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帮老板背锅从来不是忍气吞声，而是一场必须算清楚的职业判断。首先是要验伤，确认这个锅不会毁掉你，然后再隔离，要把责任牢牢的锁在执行层面，最后是完成确认，让这一次风险承接真的变成后续的项目资源。那记住一句话，不是所有的锅都该背，但背对了的锅真的会改变你在组织里的位置。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会继续往下走，为什么同一套做法，不同的老板结果会完全不一样。我是老方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